还有件事情我没告诉你。什么事儿？杜鹏找过我。真的？哎，他找你干什么呀？没说什么，不过他晚上请我吃饭。太好了！哎，吃完饭之后咱们去酒吧轻松轻松，怎么样？行啊。哎呀，你说我们这2个光棍出去玩多没意思啊！这样吧，我约乔乔，你把陆寒婷给约出来。陆寒婷约得出来约不出来不好说，我试试。啊，哎，你跟杜鹏别喝多了啊，要不到酒吧你出洋相。乔乔，听说你们有一个大胆的策划，我想听听。云阳没告诉你吗？没有，云阳说答应过你，不对外透露。云阳什么都会跟我说的，可是这次在枫树园的策划上，对我都是3缄其口。乔乔，我真佩服你啊！妍姐，我只能透露一点，枫树园已经改名为枫林晚国际公寓了。枫林晚，哎，很动听的一个名字嘛。嗨，不愧为是从国外回来的啊！哎，这可不是我的功劳，这名字是云阳改的。我想没有你的启发，他是不会想出来的。哎，怎么样？我这个大姐能帮你们什么吗？云阳说您是很有能力的人，还真有点事要麻烦你。对我还客气什么呀？说吧。您跟城管队的人熟吗？哦，认识1、2个人。是这样的，我的策划中有一个步骤，希望城管队能尽快的批下来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了。那我先谢谢你了。谢什么呀？走吧。哥，您知道咱们的公司股票这2天为什么没有大幅下跌吗？不知道。有人在帮咱们护盘。谁呀？彭小坡。彭小坡是谁？我也是刚跟他接触上的，今儿晚上我和他吃饭。这个人值得咱们注意，而且他在期货上也是个高手。那你好好和他聊聊，如果真不错的话，我就和他见个面。行。哎，这茶您喝着怎么样？茶是不错啊，茶具可不怎么样，餐品啊。我那儿比得了您啊，好东西都留着您用。你拿走。爸，你就一个人先待会儿，我出去一趟。好嘞，行了行了，你快忙你的去吧。啊。好。你别再往这儿买水果了，我吃不多少啊。陆总，你好。你爸爸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？啊，医生说再过2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小姐要点什么？啊，一杯红茶，谢谢。你今天约我来，不是为了关心我爸的病情吧？陆总，我想知道你辞职的真正原因。我辞职与否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太有关系了。达阳公司并入博时房地产公司，而你又是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，你辞职了，那枫树园的销售情况该怎么开展啊？很简单，你可以直接找乔总或者杜总。你的辞职是不是因为达阳公司啊？在某种意义上说，可以说是。为什么？因为你。因为你进入博时公司的动机不是为了做生意，而是为了解决你个人的恩怨，所以我不想介入你和乔总的是非当中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怕我伤害了乔云峰？我记得我好像跟你说过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打败乔云峰，除了他自己。
陆总，你就没有做出过伤害乔云峰的事儿吗？李云阳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声音大并不代表就有真理。要不要我说出你辞职的真正原因？你太无聊了，辞职是我个人的事儿，用不着你在这说三道四。心虚了，陆汉庭。你也太小看我了，李云阳。你管吴涵叫干妈，你是他什么人？陆汉庭，这可是你逼着我说出来的。吴涵把你派到乔云峰身边，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说老陆啊，你安心养病，咱别再说海燕水晶尊的事儿了，行吗？老乔啊，我这是醒过来了，你说我万一醒不过来呢？啊？哎，你可别这么说啊！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有关这套尊的秘密。你说我总不能把这个秘密带到棺材里去吧？啊？什么秘密啊？告诉你啊，这套尊呐，历史上曾经有过3套。你不是说工匠只做了1套吗？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啊，这是我师爷那一代传下来的话，啊，我师爷临终前呢，告诉了我的师傅，我师傅同样呢，临终前把这话呢告诉了我。哎，说起来呢，我师祖，就是我师爷的师傅，啊，那个时候呢，他开了一个窑厂，哎，就烧瓷器啊。后来他不干了，他转行了，他直接去做瓷器生意了。他烧过窑啊，他懂得工艺啊，哎，所以呢，这个生意啊越做越好，越做越大，从来他就没走过眼。哎，那时候我师傅就说，那时候哎呀，你师祖是什么，就人都称他什么法眼，哎，你看见没有？但是突然有这么一天来了一个人，就拿了一件东西要卖给他。我师祖一眼就看定这个东西是宫里的东西，而且市场只有这么一件。所以呢，师祖呢就花高价把它买下来了。哎，买下来了。不料第2天，这个人又带了一件和那个一模一样的东西。啊，师祖呢又花同样的价格把它买下来了。没想到第3天，这个人又来了。这个人胆子也太大了，做赝品还敢一次次登门。就这一次，这个人前脚出门，师祖就把刚买的东西摔得个稀碎。第2天，就有人看见师祖吊死在自己的卧室里，身边一个字都没留下。这么说，你师祖是被造假高手给逼死的？那么逼死师祖这个陶器啊，就是这套尊。这么说，逼死你师祖的是海燕水清尊。沈律师啊，博士的那批货柜3天以后到港，海关会以走私的名义扣押这批货物。乔云峰就算能摆平海关，博士也不能按期交货了。这样我们可以提出赔偿，你觉得胜算如何？我们与博士的合同规定的非常严格和细致，你甚至可以拒绝收货。至于赔偿金嘛，合同当中也有约定，如果你不提出上诉，博士最少应该赔偿你3000万。我这个人是不接受庭外调解的，沈律师，你做好诉签准备吧。
你和吴涵经常到这儿，对吗？你跟踪过我？不是。你忘了，我的嗅觉极其灵敏。有一次，你跟吴涵坐在里面，你们走后，我跟严姐也来到这儿，正好坐在你们刚才坐的位置上。我闻出了你的香水味儿。韩婷，其实我挺敬重你的。吴涵对你有恩，乔云峰对你也不错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选择了退出，这足以说明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女人。这种人现在已经不多见了。但是我个人认为，你选择逃避不是最好的办法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每次见到老乔，我干妈的影子就出现在脑海里。我不想做伤害别人的事儿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你想过没有？吴涵的所作所为，已经超出了个人恩怨。他不仅要打败乔云峰，还要整垮整个博士集团。那你不是也要报仇吗？那你跟吴涵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我要打败乔云峰，是要打败他这个人，不是要整垮他的公司。我不仅要打败他，我还要证明给他看。证明什么呢？证明你的才华、能力，还是别的什么？要真是到了那一天，你自然就会明白。韩婷，你要想乔云峰不受到伤害，你应该回到博士去。不管是因为我还是因为吴涵，因为博士集团现在除了房地产之外，已经没有什么可炫耀的，这你比我更清楚。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你说吧。从今以后，不要做伤害老乔的事儿。我可以答应你一件事情，在枫树园问题上，我绝对不会做伤害老乔和博士的事儿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还得回医院去呢。韩婷，我真的希望你还是我的领导，也真的希望你能给我提供一些多多献花的机会。哟，这要给谁送花呢？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不能来啊！哎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大姐高妍，这是陆涵婷，拍卖会上见过的。这位是凯文公司。乔乔，好久不见，我都快认不出你了。是啊，好久不见，我也快认不出你了。你们认识啊？世界本来就不大，不是吗？那你们接着聊，我先走了。好，再见啊！哎，再见。进来啊！老乔啊，我也是干了几十年了，啊，没想到啊，最后还是栽在这套尊上，这不是报应吗？老陆，你别太自责了，这尊的。老乔啊，你得告诉我，你怎么会随便的相信一个年轻人的话，认定这个尊是假的呢？不，咱不谈这事儿了，还是等你好了咱们再说。你歇着，我得回去了。你好好歇着啊。你跟他怎么上这儿来了？我跟陆涵婷谈点工作上的事儿，你们俩怎么跑一块儿去了？怎么，我和大姐就不能在一块儿？今天我路过乔乔公司，以为你在那儿呢，我就上去了，是不？我们俩逛街去了。行，那你们俩接着逛吧，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一块儿吃饭呀？不，真有事儿。这样，咱们打电话啊，再见。哎，这小子忙忙叨叨的。走，我们俩吃。哎，大姐，我晚上也有点事儿。哟，这都挺忙的啊。行，我也回家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
文强。强。啊。你怎么不上去啊？哎呀，刚从你爸爸那儿下来，跟他聊了半天了。你来找我是辞职的事儿吧？咱今天不谈工作啊。哎呀，我是想找人喝顿酒啊，想了半天也没找过合适的人呢。杜鹏呢？杜鹏，我们俩太熟悉了，我们俩不说什么，都知道心里在想什么，没什么意思。咱俩好久没一起吃饭了，出去吃个饭吧，找个安静的地方。我爸……啊，我回来叫司机安排一下。走吧，啊，没事的。彭先生，能请到你，我非常荣幸。我也是。杜总啊，您还是叫我小波吧，这样比较自然。好，小波，你年纪轻轻就身家过亿，而且藏而不露，我很佩服你啊。杜总过奖了，跟您和博时公司比起来，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啊。杜总，您是前辈，我敬您一杯。好，来吃菜。小波，你看咱们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？杜总那么瞧得起我，我当然不能拒绝了。不过我不知道杜总想在哪方面合作。您是想炒博时的股票吗？上市公司炒自己的股票是违规的，我不想让别人抓我的小辫儿，我想另开一条路。哪方面的？期货，你可能早就知道了。我和乔总是靠做期货一仗成名的，后来就一直没有碰它。现在期货火了，我们俩想碰碰运气。杜总，据我所知，博时的现金流出现了问题。如果现在想在期货上大干一场，如果没有几亿的资金，恐怕是很难攻城而退的。资金问题我负责解决。那利润怎么分配？这个问题你不用担心，但是我保证不会让你吃亏的。另外，我想带你见见乔总，如果他答应了，这个问题就更好办。好，一切听杜总的，干！来。找谁？啊，我找小白。你是谁？我是他同事。他不在。你在说我呢？你怎么直接就告诉我，以后咱们日子怎么过？我非要打死你不可！你看着啊！我说过了，他不在，不在。这打扰你了，真的。我找小白真的有事，不好意思啊。你是他们同事，也不能这样。干嘛呀你？小白，我想问你点事儿。这要不方便，咱能不能到下面去说？走，我们走。这是干什么？你干嘛？这位先生，家庭暴力也是违法。违法？我自己打自己的老婆，难道也违法吗？别理他，走。走开。你是谁呀？你管我打老婆？我告你小白，你要跟他走就别回来。小白，你说两口子过日子好好的，你吵什么架嘛？啊，你老公在外面肯定压力挺大的，多让着点他。啊。别人家也有辞职的，怎么别人家里人不吵架呀？别人家吵架还告诉你啊？啊，擦擦吧。我今天要不是撞见了，我不也不知道吗？没准还挺羡慕你的。你看，又有车又有房子的，
日子过得挺幸福的，多好啊，是不是？别哭了啊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家住在这儿的？啊，我去了趟公司人事部，他们告诉我的。哎，小白，我今天来找你，想问这么一个事儿：你为什么要辞职呢？是陆寒亭让你辞职的吗？不是，是因为陆寒亭一辞职，公司里面全乱了，这个也说要走，那个也要辞职，所以我就一起。行，快上去吧，啊，别闹了啊！啊，好，再见啊！老乔，我今天看见于洋跟乔乔在一起。哦，这2天你不在，有些事情你也不清楚。李云阳请了乔乔给枫树园做策划。枫树园呢，以后也不叫枫树园了，改了一个挺好听的名字，叫枫林晚国际公寓。你觉得太巧合了吗？李云阳想报复你，他找乔乔，是不是想故意接近乔乔？你是不是有点太敏感了？乔乔其实最让我放心的就是有他自己的判断力。另外，我觉得李云阳也不那么坏，这孩子挺善良的。如果是呢？如果李云阳真是那么卑鄙的话，我觉得他不会有好下场。咱们今天不谈这件事情了啊。走，咱们到俱乐部继续喝酒。老上俱乐部不去了，要不你跟我去个地方？那你说去哪儿啊？咱们跟我走。好。哎呀，这都是年轻人呐。别害怕，这就是最著名的年轻人酒吧。小花，这个城市虽小，但是没你公平啊。怎么样？晚上想不想潇洒潇洒？多谢谢老易，马上我就去。累了一天了，放松点吧。晚上啊，我还得好好做功课，万一是不是乔总要跟我见面，不能让他失望。太好，下次来。走，老乔。
跳舞，跳得真不赖。你进去玩吧，我不在这影响你情绪了，我先走了。乔乔，你既然来了，就进去玩一会儿。公司的小陆也在这儿，你们都是年轻人，有共同语言的。我和他没有共同语言。爸，我先走了。乔乔，乔，哎，你乔呢？看乔乔他。算了，乔，走吧。哎呀，谢谢你，今晚过得还是挺开心的。乔，啊，你怎么一晚上不问我辞职的事儿啊？哎呀，今天不想谈什么工作，啊，我只是想问问你。走吧，老乔。那我送送你。不用了。走。小波，这些日子辛苦你了，今天晚上好好放松放松。我跟你说啊，别跟我抢单啊！哎，我给乔乔打个电话，看他到哪儿了。咦，怎么就来了？喂，乔乔，啊，你在哪儿呢？哦，换地方了。好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换地方。哎，换地方了，怎么给你打电话呀？可能我这电话号码好记吧。走吧。乔乔，你怎么自己喝上了？我说王大小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哎，是不是有谁欺负你了？你告诉我，我揍他。他。哎，乔乔，我没得罪你啊，看着。哎，不许玩真的。行了，你们来晚了，打就免了，罚酒3杯。好，3杯就3杯。哎，他那3杯也是我的。我告诉你，咱们还得再去下一家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绝对过瘾。刚才喝的，哎，我一点没醉。咱们得换地方喝，真的。行，换地方，换地方。乔乔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绝对心跳160，真的。不信你问云阳，当时他给我掐着表呢。对，160，我也没醉，我让我来扶。你们还俩在哪认呢？还没我能喝。哎，乔乔，谁没能喝？哎呦，乔乔，你看看你谁不能喝？你看你都倒了。乔乔。乔哥，出事儿了，我们的电子货柜被海关扣住了。什么理由？说我们的电子元器件涉嫌走私。马上把电子公司经理叫到我这儿来。电子公司的经理已经3天没露面了。我记得电子公司经理是你表弟啊。是。乔哥，对不起，都怪我管教不严。我3令5申叫你认人危险，你就是不听，马上把他给我找到。电子公司归你分款。我一直强调，下属公司不许搞走私，他们就是不听。你是怎么管的？乔哥，下边的人也是好心，现在电子市场竞争这么厉害，不降低进口成本就没有利润。为点区区小钱搞犯法，知道吗？我们可是上市公司。吴总，我祝贺你。对付焦云峰就得出奇招，出狠招。不过现在谈祝贺还为时过早。乔云峰这个人啊，是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啊。谋定而后动，吴总不愧是女中豪杰，我甘拜下风。陈总，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？我相信博士的股票会一路跌下去，希望它跌破发行价。到那时候，我们控制了流通股，
啊，我就不信博士到不了我们手上。我算过了，在低价位上买进博士的股票，到时候等博士一宣布重组，里外里我们可以净赚5个亿。5个亿，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吧。陈总，法人股上你多下功夫，杜鹏那方面我就交给你了。明白。货物价值多少？300万美元。那你马上到海关去，带上检讨书，态度要诚恳，要把损失减到最小最小。电子公司的人，该查的查，该撤的撤。乔哥，现在问题的关键不在海关，关键是我们电子公司跟对方签订的合同很严格，如果我们不能按时交货，对方可以拒收，并要求双倍赔偿。海关那边我去，你和对方公司负责人沟通一下，讲明情况，让人家尽量理解我们。好。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来取我的辞职报告。董事长，海关调查局的人来了，您看。赶紧把他们让进会议室。老乔，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没什么事情，电子公司进口一批产品，说是涉嫌走私，我去处理一下，你先坐啊。你做期货有几分胜算？你不相信我？不是。我想你跟乔文芬合作，他能听你的吗？恰恰相反，我是要他不听我的。为什么？云阳，我研究了一下乔云峰和你父亲当年在期货上的那一场激战，当年的参与者提到这一战，至今还是感叹不已。你知道你父亲为什么会失败吗？因为乔云峰他手段太狠。云阳，你不要被仇恨迷住了眼睛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你父亲必然失败，因为你父亲经常被他人的意见所左右，有的时候呢又举棋不定，错失良机。而乔云峰呢，却是认准了一条路走到黑。乔云峰的习惯是，大家都吃的东西他不吃，而在期货上呢，只要大家都做多，他肯定是做空。当他决定的时候，他肯定会把所有的资金拿出来放手一搏。博时现在的历程就印证了这一点。你说的有点道理。喂，是吗？我知道了。好，好。云阳，博士有大麻烦了。怎么回事？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，只知道博时卷入了一场走私案中。不可能吧？应该是真的，而且跟吴晗有关系。哎，你赶快去博时确认一下。小宋，我准备让枫林晚参加周末召开的房地产博览会。这不可能，连布展的时间都没有，而且还要去联系展台。何况达阳公司还没有看我们新出来的方案呢。困难肯定会有的，但是绝对不能错过这个绝好的机会。借别人的台演咱们的戏，
达阳公司那边我会马上组织审定的，剩下的由你安排。好吧。乔总，哎，韩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我来上班的。乔总呢？乔总在会议室。电子公司出事了，你知道吗？海关的人刚来，你就知道了。林云阳，你的消息可够灵通的。我有个朋友在电子公司上班，他知道我被博士收购的事儿，这一出事他就告诉我了。你知道谁干的吗？谁呀？吴涵，你干妈。林云阳，你别信口开河，你有证据吗？韩婷，我的话你可以不信，你亲自去问问他不就知道了吗？真的，你不要再对他抱有什么幻想了。这个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我敢说，这肯定是吴涵设的圈套，等着乔总往里钻的。我现在就去。你们都回去吧。老乔，老乔，老乔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到海关协助他们调查一些问题。老乔，没事的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冯大哥，我可以进来吗？快请进。你今天怎么有闲心啊？哎，我们这做股票期货的，这一闲下来还真没什么事可干。今天又没什么行情可做，云阳他又忙，逮都逮不着他，只好来骚扰你了。行了。乔乔，你这儿不错呀，有朝一日我要是做房地产啊，肯定聘你为首席顾问。行了，你还是多提意见，少夸我。夸上天了，别怪我不认识你啊。夸上天正好啊，天上掉下个林妹妹。不过那天晚上看你喝酒的样子，真看不出来你是做股票期货的。是吗？那做我们这行的应该什么样啊？哦，戴一副金丝眼镜，一本正经的。王小姐，请问您对今天的股市有什么看法？乔乔，我有一小礼物送给你。彭大哥，你太客气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在国外待久了，习惯当面拆开礼物，今天就算了吧。等我走了以后，你再看行吗？行，主随客便。还有啊，彭大哥，你以后能不能别再往公司送花了，影响不太好。是吗？哎呦，这美女收鲜花那不是正常的吗？再说我今天不是没送花吗？啊，对了，我还是得去看看期货。那我先走了，过两天请你吃饭。没问题。那以后电话联系。行，再见。你给我住口！轮不到你来教训我，居然来替乔云峰求情，啊？你还是不是我女儿了？干妈，我是不希望看到你们俩这样下去，这样下去会两败俱伤的。两败俱伤？乔云峰死到临头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给我回博士去，现在就去。哼，博士早晚是我的。
伤了，泪流了，人生游戏玩笑，我走了，你走了，说再见，别了，人和鬼路不同，莫再将就非要。我走了，你走了，说再见，别了，人和鬼路不同，莫再将就。